一声怪兽之王的吼叫直接冲破天际，仿佛怪兽6号降临一般。打出这一击的，这是远处的莱诺，狙击枪瞄准7.0级的大怪兽，一击直接消灭了怪兽的核心。我是E，我们接着来讲述怪兽8号的故事。视频开始之前，求点赞关注，拜托了，这对我真的非常的重要。第4犯罪的旭芳看到这一幕很是惊讶，回忆起了过往。当旭芳小的时候，奇可露的妈妈找到了旭芳，说着：“我的细胞似乎跟4号很是匹配，适应测试就在明天，如果顺利的话。”以后就能打倒更加强大的怪兽，让这片管辖区的损害降到最低。但是奇可露的母亲不是很自信，我能做到吗？旭芳那个时候的回答是你的话，肯定做得到。旭芳很是后悔，如果那个时候我能预见未来，我坚持反对你过去，说不定你现在依然活在世界上，开心的笑着。本兽失去生命反应，莱诺击破本兽，莱诺跟古乔很是兴奋，看着眼前的场景，旭芳感叹：当年我未能阻止他，也未能在生死关头与他并肩作战。但是你们的话，日后必定能尽情的改写未来。年轻真好。这次的测试莱诺通过了，旭芳将未来的一角托付给了莱诺。旭芳将莱诺通过的事情也告诉了亚白。旭芳表示，古乔跟我很相似，我会竭尽所能指导这2个人的。接下来的日子里，莱诺作为史上首位6号的适合者，展开正式训练。这个消息在年轻一辈中也传了开来。卡夫卡、奇可露还有莱诺同期的那些人都知道了。卡夫卡很是震惊，这可不行。莱诺穿着编号怪兽武器跟怪兽9号对战的话，这样太危险了。奇可露一拳打在了卡夫卡的头上，你还是没能明白。我之前说过吧，不要小瞧我们，莱诺也是战士。我们应该做的不是瞎操心，而是思考自己要做什么。奇可露的心里想着，如果莱诺变强了，那我就要变得比他更强。时间来到了晚上，卡夫卡在操场上跑步，想着莱诺现在可真厉害，一步一步得到认可，靠着自己的实力。突然，卡夫卡停住了脚步。我呢？我靠自己的实力得到过什么吗？靠自己的实力保护过谁吗？大家需要的并不是我，而是怪兽8号。突然，宝科出现在了卡夫卡的一旁，怎么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你现在的样子，还奢望能从我的手中抢走亚白队长的位置吗？瞬间，宝科的刀就架到了卡夫卡的脖子上，威压使得卡夫卡瘫坐在了地上。宝科说着：“这是你对我隐瞒真实身份的惩罚，刚刚整了你一下，就当扯平了。”宝科正式向卡夫卡道谢，多谢你拯救了第3部队。这不是对怪兽8号说的话，而是对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变身的卡夫卡说的话。卡夫卡，我也听到了你身体的事情，继续变身的话，有可能再也变回人类了。怪兽9号就由我来打倒，你就别再变身了，慢慢来就好，走出属于日比野卡夫卡的道路。我就是来说这件事的。卡夫卡哭泣了，这个人装得很严厉，其实总是那么温柔。说实话，我也想靠自己的实力得到莱诺的、米娜还有副队长的认可，但是再不甘心也要承认，靠我的力量不够，谁也保护不了。我再也不想见到同伴流泪了，所以我还要继续变身成为怪兽8号，上场战斗。宝科很是头大，但是也想到了会是这种情况。那么接下来既然无法避免，那就变强吧，跟我来。我来教你战斗技巧。宝科带着卡夫卡来到了一处神社，名为龙宁神社。从江户时代开始，为了讨伐怪兽而牺牲的人们就被供奉在这座神社之中，我的先祖也在其中。名利大怪兽的事情你知道吗？卡夫卡略有所知。1657年，有一只大怪兽把江户大半个地区烧成了平地，是教科书上也有记载的大灾难。宝科继续说着，在那个时代，人们不得不用比现在原始多的方式跟怪兽战斗。这里就是当时风水里之战的战场，也是最大战役的战场，更是史上最多讨伐者牺牲之地。当然，我们要是死了，也会被供奉在这里。好了，接下来就开始训练吧。卡夫卡很是震惊，宝科副队长，你是说在这里吗？宝科说着，不靠制服，不靠变身，只靠肉搏，就让我见识一下你成长了多少。双方对战开始，卡夫卡一拳朝着宝科打了过去，宝科侧身轻松躲开。卡夫卡继续攻击，一拳一脚都是被宝科轻松躲开。宝科一拳打中了卡夫卡的下颚，卡夫卡短暂失去了意识，但是并没有倒下。我不能轻易的倒下。在离开第3部队以后，我也积累了各种经验，我一定要让这个人见识到把训练的成果以及在战斗中获得的成长展现在这个人面前。但是无论卡夫卡怎么挥拳都打不中宝科，宝科还是轻松一拳打飞了卡夫卡。卡夫卡绝望了，果然没有变身的我什么都做不到。宝科开口了，卡夫卡，你变强了，从体魄跟动作看得出来，你没有一天偷懒。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这样是不行的。又是一拳打在了卡夫卡的脸上，宝科的攻击并没有停止，紧接着又是一拳，卡夫卡摆出了防御姿势，无论如何都要挡住。宝科说着，跟那个时候一样，8号惊人的肉体强度跟再生能力让你产生了依赖心理，继续用那种舍命的打法，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战死沙场，被供奉在这里。重重的一击，宝科使出了4只公长官的一击。
卡夫卡后撤倒地，宝可解释着对视格斗术，以多年来讨伐怪兽战斗经验作为基础，创造出赤手空拳的格斗术，是四之弓研究出来的招式。你解放不了装备的战力，就算学会了怎么使用武器也没有用。在下次开战之前，我会让你完全掌握这个招式。既然无法避免变身，那就让自身变强，尽力缩短变身的时间。只要生活在这个国家，就必须跟怪兽灾难做斗争。要开辟这条路，靠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教学到这里，宝可也让卡夫卡回去了。卡夫卡思考着，光想着大家需要8号，把最重要提升自己这件事情也忘记了。走之前，卡夫卡对着神社深深的鞠躬。突然，卡夫卡在神社中看到了一个古代武士拿着巨大的刀，宝可叫住了卡夫卡。回过神来，那个武士已经不见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卡夫卡专心训练。第一部队副队长也将手机还给了卡夫卡。卡夫卡打开手机，却有一大堆的谩骂信息。突然，莱诺打电话过来。卡夫卡很是激动，一不小心挂断了。古乔打了过来，接了，对方是莱诺。莱诺也好，古乔也好，表现了对卡夫卡的关心。第3部队里都把卡夫卡当成是同伴。画面一转，来到了怪兽9号，4只弓长官的意识终于撑不住了，已经到极限了。怪兽9号在疯狂的成长。突然，群马县出现了一个浑身会发出白光的巨大怪兽。奇遇县3:20从新宿发车的新宿县。驾驶员在线路上发现了一个神秘石柱，一边露出诡异的微笑，一边飘向空中。在涉谷忠犬八公雕像前，十字路口突然出现了一只人形态的怪兽。怪兽在附近悠哉的闲逛。神奈川海边游玩的游客目睹了鱼从天降的怪异现象后，突然又目击到了海上吸食方式捕鱼的怪兽。这头怪兽并没有上岸，就消失在了海中。上河内高速附近，有人看见一头高速移动的怪兽，仿佛跟汽车竞速一样，奔跑了12千米后就不见了踪影。千叶县连续多次发生石油储存罐掏空事件，被掏空的油罐都有一个15厘米的小孔。第一部队正在紧急开会，未解决的怪兽事件从上个月开始已经14起了。所有的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怪兽都在防卫队来之前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明显拥有比以往怪兽更高的智力。宝可神情凝重，这恐怕是9号灾难的预兆。其他官员继续议论着，这样看来，怪兽的生成速度比10号提供情报里所描述的还要显著提高了。宝可报告情况，目前首都机能分散，备用发电站运行准备，都市的要塞化，事前避难准备工作，地下避难所的增设都在有序进行。我们也考虑到向其他国家提出协助请求，但是由于讨伐条约上存在多个问题，怪兽素材恐怕有泄露风险，所以政府之间难以协调，短时间难以实现。防卫队这边为了解放最大战力在做动作，现在已经解除了1号制服的封印，正在进行与明海队长的同步优化工作。至于3号、5号、7号，适合者均有2名甚至更多，现在商讨的是让他们聚集在关东，还是分散到全国各地。这次可以说已经集合了全国上下所有对付怪兽的力量。尽管如此，一旦出现多头实力足以将4只弓长官碾压的怪兽，这一点战力远远不够。此时画面再次来到了4只弓，意识已经完全模糊。事到如今，我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了，明海、亚白、年轻的战士们，还有日比野、卡夫卡，还有我的女儿，这个世界就拜托你们去拯救了。此时，明海带着七可路来到了地下13层，我会遵守约定与你交手。你先把这个东西变成自己的吧，已经按照你的体格做了调整。怪兽武器4号，跟你的母亲4只弓光一起身经百战，将无数怪兽埋葬的武器。怪兽大战即将开始，接下来的剧情会不会更加的精彩呢？我是喜欢怪兽8号的内容，记得关注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